北荣破关那天，我把小姐按进泥坑，用后背替她挡刀。老爷和夫人双双离世，我护着她从尸堆里爬出来，一路逃到京城，投奔小姐儿时定下娃娃亲的赵家。如风，去送拜帖吧。小姐，您这身子还要再养养，何必急于一时？京城挥金如土，我们的盘缠撑不了多久，先递个信，探探赵家的口风。什么？沈家的亲事？你们小姐居然还活着？放肆！堂堂赵府门庭，竟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。哎呦，对不住，这兵荒马乱的又没个来线，我家老爷以为沈家人全都没了。不怕实话告诉你，前2日才给我们少爷新定了亲。您这帖子啊，实在来的不是时候。亲事本是父母之命，有变故也是常事。我家小姐初来乍到，只念2家世交，特来拜访，你只管去通报便是。行，等着。好姑娘，这一路上受苦了，受了，这小脸受到人心疼啊！显得可真惨。赵老夫人，奴婢如风，求您怜爱我家小姐。你是妖？快扶起来！你也是个忠心的。你家小姐在何处？快带老身去看。小姐病脾重，恐过病气给老夫人。她交代，只要赵家知晓她平安便好，等将养些时日再来亲自拜访。真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。2家就算不说亲事，单凭她母亲与我的情谊，你也得收下。快回去照看小姐吧。小姐，那赵家门房简直狗眼看人低，还说赵家少爷前2天刚新定了亲。还有这个，那老夫人倒是会做表面功夫，还说要来看您。我看她心里巴不得咱们死在外面，免得坏了他们攀高枝的好事。意料之中，原也没指望这桩亲事能成，只是他们动作也太快了，简直视我沈家如无物。那咱们还去拜访吗？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？赵老夫人是个聪明人，她既不想落个背信弃气的恶名，又舍不得我父亲当年托赵家打理的京城产业，她想要凌厉双收，我偏不能如她的愿。我们身上的银钱在这销金库撑不了多久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如风，别气了，接下来半个月你有的忙了，去把父亲留下的几处产业查清楚，再拿些银子去衙门给我立个女户，最后在衙门附近买出不起眼的清静宅子。是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宅子已经收拾妥当，铺子的账目也摸清了，随时可以办。好，严木，再去送一次，告诉他们沈家孤女来登门了。沈小姐，您亲自来了，快请进。小姐，这满院子乱七八糟的，看着眼晕，下人们也没规矩。放心，暴发户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今日我们吃不了亏。清雪，见过赵老夫人，各位太太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身子可大好了，快来见见，这是圣上新封的骠骑将军，在北戎一战中立下大功的赵磊将军。谢骠骑将军驱赶异族，为我父母报仇，还大招一个清明盛世。俺的娘哎，天下竟有这般仙女式的人儿！俺应该的，沈姑娘快请，俺是个粗人，受不起这么大的礼。老夫人，清雪自知家世飘摇，如今又是孤身一人，实在高攀不起赵府。今日前来，特为2家了结这段亲事。今日正巧骠骑将军在场，便请将军做个见证，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好姑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北戎人来的突然，谁也料不到，这算不得你的错。你孤身在京城，退了亲，以后要怎么活？谢老夫人忧心。只是晴雪听闻赵家少爷已新定了亲，也不愿坏了赵家大好姻缘，免得新夫人误会。本是朝歌儿娶妻，不如等他来了再做决断。果然，既舍不得我沈家财产，又想占尽好名声，想迎皇女意，做梦！谁在堂上妄言退亲？长得倒还算标致，可惜啊，你现在的家世是做不了正妻的。不如进门做一房贵妾，小爷我也能护你一生周全。你们笑什么？我笑你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想让我做妾。
你我虽无情分，好歹曾是正经定亲的人家。若婚事不成，退了便是。如今趁我丧父失母，妄图将亲事降为嫔妾，赵家好歹是勋贵，怎能说出这般毫无体面、趁火打劫的无耻之言？你，各位太太也都听见了，赵大少爷不愿娶我家小姐为妻，这婚今日必须退。什么？你们一介孤女也敢提退亲？在这京城，你们无依无靠，今日不入我家做妾，明日也会沦落到别家为妾，你们挣扎个什么劲儿？不可笑吗？如风，把东西拿出来。骁骑将军，请看，这是我在京城新办的女户和买下的宅子。我在京城并非无依无靠，离开赵府也并非活不下去。今日来只为退亲，若你们还要如此羞辱，我便拿着文书去衙门告状。沈家只生我一人，丢人便丢了，就是不知你们赵家在京城盘根错节，丢不丢得起这个人？你敢！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小姐，你敢动他试试？赵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我的家事。俺是粗人，说不来大道理，但俺知道沈姑娘遭了战乱是个苦命人，她能靠自己力气维护已经是天大的不易。俺看明白了，这亲必须得退。你这种只会欺负孤女的窝囊废，压根儿就配不上沈姑娘。沈姑娘，你放心，有俺在这儿，这亲你肯定能退。你还有啥委屈，全说出来，俺替你撑腰。多谢将军仗义直言。既然婚事退了，那咱们就来算算另一笔账吧。吃了我沈家这么多年的红利，该吐出来。既然决定了要退亲，小女便还有一样东西要取回来。我父亲这些年在京城留下的产业，怕是已经有了不少盈利，不知这些银钱存放在哪里。啊，你胡说什么产业？我是孤女，先前又买了房，手头上确实没有多少银子了，还请各位长辈不要为难。那些银钱每年都会给你父亲寄过去，你怕是不理财政，所以不晓得。家里库房钥匙一直是在我手中的，每月算账我也亲自盯着，从未见到京城有银子送。放肆你是个女娃，老夫便不计较你在这里信口胡诌了。你父亲当年是托赵家帮他经营几家店铺，这本就是一笔糊涂账。可那是赵家与你父亲的空口定下的，既无凭证也无利息。我赵家勤勤恳恳这么多年，居然还要落个私吞银子的罪名。今日既然要退亲，便将这几处产业都拿回去，以后出了什么事，莫要再求上赵家。这群欺软怕硬的畜生，居然拿以后在京城的安危来威胁我家小姐。谢老夫人成全。今日的事情谢过将军，不知将军可是有其他事情？不用叫俺将军，俺叫赵磊，是赵家旁支的，立了大功才让俺回来一趟。俺也听不懂你们说的那些弯弯绕绕，俺就是觉得你是遭了难的人，不该在京城被欺负。那谢过赵将军。俺就是想说，俺听说沈姑娘手头紧，陛下刚刚给俺发了1000两黄金，姑娘要是急用，可以先借给你。多谢赵将军惦记，小女刚才是在诓骗他们，并不是手上真的没钱。俺脑子不太中，要是冒犯了，还请姑娘不要介意。还有，不要再谢俺了，这都是俺应该的。真是一个奇特的人。走吧，如风，我们回家。小姐，奴婢不明白，为何不趁着机会将这些年的银子都要回来？我本就没有想着要回银子，若直接要店铺，赵家会想尽办法阻拦，倒不如先提个让他们割肉放血的条件，让他们知道铺子，他为了保住银子，就会容易许多。不管怎样，我家小姐就是最厉害的。第一次做完也觉得心惊。里面的人赶紧滚出来，别躲在里面，出来！大家伙来看看啊，这家姓沈的女人是个残花败柳，她在逃难路上早就被人糟蹋了，这才被赵家少爷退了亲。就是，不要脸的荡妇，还敢在京城买宅子装清高！呸！欺人太甚，这摆明了是赵家指使来毁小姐清誉的混账东西。刘峰，站住！对呀，破别人这成他日者了。小姐，别笑了，外面都快把你贬到泥里去了，你怎么还有这闲工夫？名声臭了就臭了吧，有赵家在前，我也没嫁人的心思。我们立了女户，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小姐莫问我不是，我今日非打掉他们满地找牙。退婚那日，俺也在场，是沈姑娘推的赵家。赵家在沈姑娘生死未明的时候定了别人的亲，再要俺看见你在这儿造沈姑娘的谣，俺一定把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。谁在外面？哥，这门槛咋那么高？小点声，别冲撞了人家。赵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
俺来找沈姑娘。赵将军，史姑娘，俺今日来是来求你的，你再行礼，俺心里过意不去。清雪身弱，又能帮将军什么？圣上派俺去前线，这是俺妹子想要在你这儿养一段时间，俺不让你白养。她喜欢吃鸡鸭，给她带着了，她自己会养也会杀。俺杀鸡可利索了。这是1000两的银票，此次出征最多3月，应该是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一定会帮你。因为你自立了女护，又是俺认识的人中唯一有文化的。赵燕儿之前也在赵家祖宅待过，说是里面的人全是心眼子，平白无故被冤枉过好几次。就是他们都欺负俺。俺就想着你这里安静，又能跟着你学些东西，而且燕儿在你这里，赵家的人就不会轻易来寻你麻烦。毕竟我们也算是同宗，坏了燕儿的名声，赵家的几个姐妹都不好嫁。他看似是个莽夫，实则心细如发。好，这银票我收下了，我也答应教导你的妹妹。半月寄回来一封信，我会读给燕儿听。俺不识字，更不会写。军中应有军师，你想要给燕儿说什么，告诉他，让他写出来寄回来。住！燕儿，为什么要拿枪戳鸡啊？这是俺哥教俺的，说是练好了可以上阵杀敌。真的吗？这一路南下，我遇见过太多次因为武力不够而产生的悲剧了。老爷遇害，财产丢失，城破那天，我若有武艺，也能杀2个北戎人。那你可以教我吗？将军来信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俺哥又给俺说啥不？第一封信说他已经到了前线，这一路上也没空着，逮住军师让他教自己识字，现在已经会写自己名字了。你哥让你好好听我的话。凭啥他一个粗老汉都开始学写字了，俺还不会？上一次俺回赵家老宅的时候，里面的妮儿都笑话俺说话有口音，俺说话哪里有口音了？你也想识字吗？当然，如果不是俺哥靠那套枪法征下军功，赵家哪里记得有我们这一个旁白？俺哥说了，俺们就是吃了肚子里没解闷的亏。话说，那墨水喝了真有用吗？俺闻着咋嫩臭呢？肚子里有墨水是个形容这个人读的书多，不是真叫你去喝墨水。你想学写字的话，以后你能读懂你哥寄回来的信，但是你要听我的话。俺现在也很听你的话。如风，去将启蒙的东西准备好。是，小姐。北戎已被驱走百里之远，然野心不死，仍在斡旋。小姐，赵将军在信里还说了什么？赵将军这进步的也太快了，连字都能写整齐。难道俺就进步的不快吗？还说俺小姐教了你多少次，要自称我进步的也很快。燕儿最聪明，你哥哥要是知道你现在既能舞枪弄把，又能识字念书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这2个月来，赵将军的信按时送到，虽然话不多，但字却越写越好。小姐，赵将军这信来的可真准时，算算日子，今天又该来信了吧？我哥哥可是大英雄，等他回来，我要让他看看我写的字。应该就是这2日了。他若从一开始就读书，必定能考取功名。小姐，信来了，只是这信封有些奇怪。北戎夜间偷袭，军中死伤惨重。那赵将军他说自己也负伤了，但好在伤势不重，还能提笔写信。小姐别太担心，赵将军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他答应过燕儿会回来的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清雪姐姐，如风姐姐，燕儿，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他们说哥哥带着一队人马去偷袭北戎，结果出去就没回来。没回来，那是被俘了。那人说现在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阵亡，一种是叛国。我哥怎么都不可能叛国的，他更不会死，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燕儿说的对，你哥哥是英雄，绝不会叛国。以后无论如何，姐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清雪姐姐，你和如风姐姐是除了哥哥之外对我最好的人，燕儿也不会离开你们的。开门，燕儿，给哥哥开门。是我堂哥，他怎么来了？没规矩的野丫头，我是你哥，这地方我想进就进。一个外男硬闯女子闺阁，不合礼数，滚出去！什么外男？赵磊能进得来，我就进不来。沈清雪呢？听说赵磊那莽夫死在边关了，你们的靠山倒了。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赵将军是保家卫国的英雄。英雄？谁知道是死了还是叛国投敌了？
骗一骗别人也就罢了，别真把自己给骗了。真以为靠这个死人就能在京城立足？你再说一句试试！你这泼妇，真敢动手不成？本少爷懒得跟你们计较。听好了，3日后我娶妻，你家主子与我有过婚约的前未婚妻，若是闲着无事，可以给个面子，过来瞧瞧本少爷的排场。你得寸进尺，我今天非把你的腿打断不可！住手！哟，清雪妹妹，终于肯露面了。赵公子的大喜之日，清雪自然要道一声恭喜。哼，光说恭喜有什么用？有胆子就来喝杯喜酒，别让人说你被我退了婚，连见人的勇气都没了。赵公子放心，3日后清雪一定写厚礼，亲自上门。好，那本少爷就恭候大驾。小姐，他分明是来羞辱你的，你怎么还答应去？就是他太坏了，清雪姐姐不要去。赵磊如今生死未卜，赵家必定不肯再善待嫣儿。这场婚宴正是我去把嫣儿彻底带出赵家泥潭的最好时机。这不是沈小姐吗？您今日怎么……赵公子大婚，亲自下帖邀请，清雪特来道贺。沈小姐破费了，您快请进，前厅已经备好了上座。前厅热闹，我身子绕喜静，就不去凑热闹了。烦请通报一声，我去后院拜见老夫人。老夫人今日在后院休息，怕是不太方便。就说沈清雪有要事相求，老夫人定会见的。清雪见过老夫人。清雪啊，许久未见，你看这气色好了不少。前面那么热闹，你怎么跑到我这老婆子这里来了？谢老夫人挂念，今日前来除了道贺，是有一件关乎嫣儿的私事，想请老夫人准许。燕儿，那丫头怎么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有什么话站着说。希望老夫人开恩，能让嫣儿入我户中。你说什么？这里是足1万两银票，是我所有的积蓄。此后嫣儿读书、出嫁、丧仪，皆由我沈清雪一人承担，与赵家再无半点关系。放肆！你自立女户也就罢了，你现在还想带走嫣儿？嫣儿再怎样说都是我赵家的骨血，其实你说带走就带走的。这老太婆要是敢动小姐一根手指头，我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砸了这赵府。你连她姨母都不算，你拿着这1万两银票跑来羞辱谁？我堂堂赵家还养不起一个孩子吗？老夫人息怒，清雪知道赵家家大业大，并非是养不起嫣儿，而是养不好。你胡说什么？嫣儿已经失去了父母，如今连亲哥也生死未卜，在您这偌大的赵府里，嫣儿不过是您10几个孙女、曾孙女中的一位，不仅得不到多少关注，还有可能因为她粗鄙的方言、不守规矩的性子，得到无尽的委屈和不甘。您说您要养嫣儿，可您扪心自问，1年之中您想起嫣儿的时间又有多少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赵朝在京中所传的流言已经让我沈清雪的名声差得不能再差，我此生也绝无嫁人的可能。我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嫣儿就是我的亲妹妹、亲女儿，我能给嫣儿最好的，交给我，赵家既能得1万两白银，又能博个宽宏大度的好名声，老夫人何乐而不为？你当真想好了？罢了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会挑个黄道吉日让嫣儿过户给你。既然如此，等正式过户后，我再将银子如数递上。如风，我们走。怎么，看你这嘟囔着嘴的模样，心头可是有气？小姐，我只是起初明明只有我与小姐最亲近，如今多了一个燕儿，我总觉得有些拥挤。如风，我想了半年，终于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。小姐想做什么？我要办女学，专门招像嫣儿这样的女孩，我要给她们启蒙，教她们读书识礼，让她们明白，女子在这世间，并非只能依附他人而活。手续已办妥，自今日起，这女童便从赵氏除名，正式过户于沈清雪名下，改名沈燕。有劳大人。小姐花了整整2万两，换了嫣儿的自由身，只要小姐开心，我便也别无所求了。大人且慢，我这里还有一件事，这份身契，劳烦大人帮我办成2级，并且将它也加到我的户上来。小姐，我不懂，我的命是沈家给的，我家人的命也是沈家救的，我为小姐卖一辈子的命都是理所应当，可您为何要给我自由？你自小便与我长得相似，母亲当初买下你，你总想着让你在关键时刻为我挡灾挡祸，可我不是这样想的。我想，你既然与我长得这般像，那必然是与我有深厚的缘分。如今我也没了父母，在这世上迥迥一粒。如风，从今往后，你便做我此生的姐妹吧。从今日起，我便叫沈如风。我不走，我要跟着清雪老师学术唱。清雪老师讲的是比那群老头讲的有意思多了。学个屁！你个丫头片子，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就祖上烧高香了，学那么多有何用？赶紧跟我回家。这位大嫂，孩子天资聪颖，既然愿意学，为何要强行阻拦？学堂的束修我已经免了。谁稀罕你的臭钱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底细吗？就是你一个被赵家退了亲的继父，天克之人，克父克母，连姻缘都是空的。
原来就是他呀！那个闹得赵家鸡犬不宁的沈清雪，人太不安分了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抛头露面。我家清清白白的闺女，跟你能学到什么好？学你一辈子离经嫁不出去，还是学你做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行当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再敢侮辱我家小姐半句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如风，退下。对付无知之人，动武只会脏了你的手。哟，还不让说了，自己做得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，开什么老母子女婿？我看就是想网罗一群小妖精。可不是嘛，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他倒好，成天在大街上抛头露面，你正经公子敢娶这种泼妇？我敬佩沈姑娘的格局与胆识，不敢有半分轻慢。你们这群目光短浅，只会搬弄是非、苛责女子的庸人，也配在此肆意诋毁、大放厥词。清雪姑娘，我回来了。赵将军死里逃生，实在是大幸。外头风大，将军与这位先生快请进屋上茶吧。哎呀呀，妙啊！此地实在绝妙，院落布局雅致开阔，藏风大气，就连窗棂雕花都是宋景制式纹样，满院书香气韵，难得的好地方。先前满城流言都说你奇袭北戎大营后下落不明，甚至已然战死沙场。你明明活着，为何半点音讯不传，悄无声息便回了京城？军营里藏有北戎安插的内应，敌在暗我在明，处境凶险。所以对外散播阵亡死勋，是为引出军中内奸？不止这般，我带着10余名亲信将士，暗中潜伏整整半夜。总算没白挨冻，将敌方将守的人头拿下了。那你现在这般大摇大摆出现，不怕内鬼反扑？放心，边关战乱已平，内鬼已除。我也已经进宫向圣上复命述职过了。一听你在这办了女学，我就一刻也没停，直接找了过来。既然是办女学，那肯定需要学富五车的先生吧？这位是鄙人独孤征，乃是前朝罪臣之后。此生虽好读书，也自认有些才华，但受限于身份，无法入朝当官。之前在边关曾随军为赵将军出谋划策，也算是个军师。这你教的赵磊读书写字？正是鄙人。将军那一手字，可是耗费了我不少心血。能把赵将军教的识字，先生确有大才。那你便留下吧，女学正欠这样有学问的先生。哈哈，那这间上好的科房便是我的了。喂，你不随我回将军府了？不去不去，你那将军府里除了当枪棍仗就这几个糙汉子，连一点墨水味都没有，去了也是枯坐，不如在此与我最爱的诗文共享安眠。咱们耽误了许久，现在跟哥哥回家。那是你的家，我的家在清雪姐家里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是你亲哥，将军府才是你的家。我才没瞎说。还有，我现在已经上了清雪姐的货，我不叫赵嫣了，我如今叫沈燕。上了货，改了姓，我亲妹妹变成别人家的了。糟了，过了户之后姓氏改变，原先的自家妹妹如今成了别人家的。赵将军这种沙场猛抢，要是暴怒起来，赵将军，凡事好商量。你若敢伤我家小姐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拼命！燕儿这丫头运气真好，居然能跟沈姑娘一个姓，进一个户口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先走了。谁？您在这里待了一夜？如风姑娘，如风姑娘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你家小姐？问什么？问问她有没有可能把我也过户给她，让我也跟着她姓沈。开玩笑了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上得了女户的户籍？多少钱都不行吗？买一个位置行不行？这不钱的问题。大雍朝律法规定，多少前门都不行，男丁绝无可能迁入女户。燕儿当初迁入小姐户中，那是为了脱离赵家主宅的控制，本就是无奈之举。她身上流着你的血，依旧会是你的妹妹，这并不影响什么。如果你实在觉得燕儿跟着我们姓沈，心里不舒服，小姐也说过了，随时可以去官府把她迁回你的户籍下。我不怪燕儿改姓，我只是……如风姑娘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告诉我，真的没有一点办法让我同沈姑娘在一个户籍上吗？除了成婚入赘，绝无其他可能。我一个粗鄙的莽夫，怎么配得上她那样清冷高贵的世家小姐？多谢如风娘指点。这赵将军天天往这儿搬东西，也不说话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个傻子。赵将军这个人怎么样？英勇无畏，能在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，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。除去那些军功，单说他这个人呢，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。那憨劲儿，倒像极了乡下家里种田的老汉。
赵磊，你搬张床来干什么？这几天往返将军府太累了，我要搬过来和独孤先生你一同睡下。谁要跟你这个浑身汗臭的莽夫睡一屋？你滚回你的将军府去！小姐，歇会儿吧。这女学的课业，您天天亲自过目，也不怕熬坏了眼睛。这些姑娘好不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，我怎能敷衍？是，您心里只有您的女学和学生。只是赵将军假死归来，替咱们解了围，您就不考虑考虑他？他是个大英雄，如今立下赫赫战功，赵家那边定然会想尽办法攀附。我不想再掺和高门大院的破事了。赵家也配？当初他们赶回那个狼窝，我第一个拿枪挑了他。清雪，你在里面吗？这大老虎今天看着怎么这么奇怪？难不成吃错药了？我原本是想直接把那封赏的圣旨给你的，但是被皇上骂了一顿，说我是个死脑筋，哪有直接甩政治求亲的。皇上骂得对，我原本是想要随你姓沈的，当场把赵阁老那个老匹夫气得翻白眼，差点晕过去。你要改姓？是，我不想做那个赵家的郑磊，我只想做你沈清雪的沈磊。这话听着可不像是这莽汉能说出来的，必定有高人指点。我在前线拼杀，沈光剑营里滚过，不知多少次差点没命，可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。为了他，我得活着回去。我为的就是身后有如你这般的人，为的就是这世间还存有善良和温暖。我知道你曾经是那金枝玉叶，怎么都不会配我这个3大5粗的汉子，可如今就想要聘你为妻，不知你可愿意？难怪叫独孤呢，性格好生孤僻。你答应了，你真的答应了！快放我下来！退后！将军有令，赵家之人一律不得入内。我是他亲伯母，这高堂的位置只能由我来做。混账东西！你们知道本少爷是谁吗？哟，这不是那谁吗？怎么想来我们将军府讨杯喜酒喝？咱们家今天不收破烂。你一个贱婢！皇上驾到！今日朕来，既当天地，也当高堂。赵雷还不拜堂，谢主隆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骠骑将军赵雷忠勇可嘉，特准其改姓为沈。钦赐。堂堂2品大将军居然入改了姓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婚后我才看清沈磊这人的真正面孔，他分明就是一个长着大汉脸的狐狸。哎呀，练了一身汗，这胸肌怎么又大了一圈？清雪，快来摸摸看。这还是那个战场杀神吗？每天不穿衣服，就想着怎么勾搭我家小姐。怎么样，我教的法子管用吧？你教的？那是自然，这招叫难色惑敌，能让女子娇羞不已，夫妻之间更加亲密。好啊，你个酸腐书生，居然教我们将军这些下流流说。娘子，可是为夫的腹肌不够硬？沈磊，哎呦一声！娘子，你这是做甚？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本姑娘的事情？若是做了，尽早写和离书，我不与你周旋。没有，娘子，我冤枉啊！我连母蚊子都没多看一眼。没有？那你刚才那股风骚的动作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别告诉你是无师自通。是独孤先生。独孤先生，你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独孤先生身上甩，他都从未成过亲，怎么可能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他说只要我每天在你面前光着膀子晃悠，你就会把持不住。你刚才说教了什么来着？教什么？我可不知道。这夜黑风高的，我就是出来散个步。告辞。哪里跑？拿命来！若风姑娘，刀剑无眼，我这可是为了你家小姐好。看我今天不戳你几个透明窟窿！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死道友不死贫道。你还敢看戏？把衣服给我穿上，去书房归算盘。娘子，我错了。燕儿，不许在院子里练枪。万一惊吓到你嫂嫂怎么办？哥，清雪姐在后院，隔着3道门呢。夫人怀孕后，沈将军比任何人都紧张，连沈燕都不允许在院中舞枪。将军，夜深了，风大，进去看看夫人吧。正如2年前一般，我怕我进去了，就再也迈不动腿了。把这封信交给他。夫人，再用力，已经看到头了！该死的北荣，早不打晚不打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抛弃妻子的混蛋抓回来！冷静点，他是你亲哥。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沈磊，一直
长本事了。夫人，将军写了什么？若是他回不来，就让我改嫁，让我拿着他的抚恤金，再找一户好人家。沈将军这是在戳夫人的心窝子。沈磊这个叛国贼，把大勇的脸都丢尽了。开门！亏我们以前还叫他一声将军，没想到是个缩头乌龟，冲敌把沈家人赶出京城。杀！我看谁敢动，谁再往前一步，我这杆枪可不认人。一个丫鬟也敢嚣张，你们做贼心虚，还敢杀人不成？住手！我乃圣上清风诰命，谁敢在我神府门前放肆？你来有脸叛国？你们全家都是罪人！你亲眼看见他叛国了？大家都在传，都说他投降了北戎。人云亦云，便是你们的道理。本妃他愿拿起武器去边关流血，我愿拿起书本教书育人。这世道或许还会再乱一些。我不信他会做叛国的贼人，更不信他会抛下我们。此事还未得到证实，就有人有意污蔑打压。若他真的叛国，我愿携幼子一起赴死；但若他没有叛国，若他还在死战，你们可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愧疚半分？对不住，夫人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和之前一样的造谣局，为什么依旧会有人上当？因为百姓的信息和学识都是有限的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无法看到全局，盲目宣泄情绪，被人当枪使而不自知。那你呢？你站在哪里？我会努力站在最高处，把那些下棋的人揪出来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护夫人。傻丫头，保护夫人的事儿算我一个。磊子，你这腿……我没事，皇上念了功绩，给了长平侯的爵位。夫人在吗？我把北戎拿回来了，只是一家院子的那棵枣树被战火毁得七七八八，但好在我找到的这枝还带点绿叶，我想若是好好栽培，定能重新长成材。一棵树而已，你回来就好。我本就配不上你，以前我就是个粗人，如今伤了脸又瘸了腿。清雪，夫人，我们和离吧。在你眼中，我沈清雪就是这般人吗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想拖累你。你若真抱有和离的想法，今日你便从我户中移出，我便同你和离。和离可以，但我绝不迁出沈家。你不是说自己不配吗？我说胡话啊！夫人，别赶我走。夫人，沈征又在算计我的私房钱。当初我说你草率，偏要嫁给这家伙，有什么草率的？他愿意改姓沈，一辈子留在沈家，不好吗？真不知道你图他什么。我每日问没头脑的问题，他都能回答，这有意思极了。夫人，甜不甜？就你们两个会贫嘴。边关再起战乱，长平侯，你的腿，臣虽残，臣自请出战。陛下，长平侯旧伤未愈，臣愿领兵。参见陛下，臣女沈燕愿带兄出征。哼，黄毛丫头，战场不分男女，只有死活。既如此，侍卫长可敢与我比试一番？拿兵器来！臣女准备了3年的兵法策略，以呈交陛下。这一枪可否证明沈家儿女皆能为国？好，朕准你带兄出征。逆子，你给我站住！爹，我不过是拿了小姨寄回来的皮子，您至于吗？大外甥啊，这是你的不对了，那可是沈燕将军特意说给夫人的。行了，加起来几十岁的人了，成何体统？这混账东西，竟然把燕儿送你的血狐皮拿去借花献佛，想给你媳妇儿送东西，便自己去争。母亲息怒，儿媳不知情。这确实是燕儿留给我御寒的，这镯子是我当年成婚时戴的，如今传给你。谢母亲。如风啊，这枣树的果子一年比一年多了。是啊，当年将军把它带回来时还是根枯枝呢。沈征走得早，没遭罪，倒是苦了沈磊，被旧伤折腾得不轻。老夫人别难过，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咱们。时间真快，我几10年前就发过誓，要陪我家小姐变成老嬷嬷，看她子孙满堂。起风了，您别又贪凉，这树比我们都老了，是您看着它老的，种下去的时候才那么细一根枝，40年了。转过来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把和离撕了，我睡不着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不配当你丈夫。别，沈磊，你看着我，当年在赵府，你站在高堂上说这亲事得退，说你配不上我，后来拿着圣旨来娶我，说聘我为妻。
现在你又来跟我说不配！你瘸了腿，毁了脸，觉得你不行了。可你问问这京城里的人，谁记得沈将军长什么模样？他们只记得是谁把北荣皇帝的头提回来的。可你觉得我看中的是你的脸，你的腿。你把这个给我的时候，上面只有2片叶子。你说好好栽培，定能重新长成才。现在我把它还给你，你也好好栽培栽培自己。和离书，明日我让如风去衙门再取一份。你若是真有骨气，就亲手写了，再亲手递给我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小姐，外头凉，让他坐一会儿。他想通了，自己会进来。去把我昨让裁缝做的那个东西拿来。你若倒下了，这院子就真塌了。我画的图样让银楼打的，你若觉得不好看，我让他们重打。好看？不是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意思是你不用。疼？痒。腿呢？能走。能走就行。女学下个月开学，独孤征说要招满30个学生，你既回来了，就去帮我搬几天书案。我去女学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让你回来是当菩萨供着的？面具不必摘，你戴着比不戴好看。沈将军是沈将军，帘子听说毁了，可他搬的好卖力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书读到哪里去了？以貌取人，回去把女戒抄3遍。歇会儿。不累。你腿上的掏板还没拆，装什么英雄？我不想给你丢人。你从来不是我的脸面，你是我丈夫。搬完这张，去廊下喝口茶，我让如风煮了你爱喝的粗茶，别装斯文。哥，这一招是不是可以破骑兵的冲锋？重心压低，枪头往上挑3寸，专挑马腹。记住，战场上1寸长1寸强，但1寸险1寸精，你不能光有力气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独孤先生了。你嫂子在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嫂子，我哥在说你坏话。我没有。哥，你脸疼不疼？什么？就是那道疤，下雨天会痒吗？会。那你以后出征是不是得把面具戴上？不然敌军看见你的脸，说不定吓得直接投降。小丫头，操心的事多着呢，好好练，以后比我强。那是自然。怎么敢用左手了？右手握不住枪，也握不稳笔，我想试试左手。什么意思？后院那根枝，我看它抽新芽了。你天天去看它？早上看一遍，晚上看一遍，比看我的兵书还勤快。树活了，人也会好。边关的急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今晚在院子里走了3圈，想进来又不敢进，除了急报，还有什么能让你这样？北荣残部有异动，圣上让我3天后启程。你腿还没好利索，能骑马？能骑马和能打是2回事。这个，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再看。上次你留信，害我生了1天半的气，差点把儿子生在信纸上。这次又想写什么？让我改嫁？不是，沈磊，你听着，你若是回不来，我就带着你儿子去你坟头哭，哭完我还改嫁，嫁一个比你高、比俊、比你识字的，天天去你坟前，气死你！那我还是回来吧。知道就好。若身死，愿亲改嫁，另寻良人。再写这种东西，我就真的改嫁。清雪，你凶起来真好看。沈磊叛国了！你们这些将军府的人都是卖国贼的家眷！让他出来，让他偿命！都住手！你们说他叛国，可有实证？是亲眼看见了，还是亲耳听见了？都传遍了边关的战报。什么战报？朝廷的敌报上写了吗？圣上定罪了吗？我与他相识10余年，他是什么人，我比你们清楚。他若真会叛国，当年在赵府就不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孤女出头；他若真会贪生怕死，就不会带着几十人深入敌后，毁了半条命回来。你们今日在这里扔菜叶，明日若证明他是被冤枉的，你们可会跪在这里，把菜叶子一根一根捡起来？若他真叛国，我沈清雪带着肚子里这个一起吊死在府门前，给你们谢罪。清雪，回来了，江北拿回来了。你家院子的枣树被毁得七七八八，但这只还活着。我想树毁了也能再修，你明白吗？我配不上你。你听着，我沈清野这辈子没靠过你这张脸吃饭，也没靠着你的腿走路，我靠的是我自己的脑子、你的手，还有你的心。你若真想让我过得好，就别再说什么配不配，把伤养好，把腿治好，陪我把枣树种活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好，种这么深，能活吗？不深扎不下去。人要站得稳，根就要扎得深。你歇着，一条腿不方便，别逞强。我能行。我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清雪，等这树结了枣，我给你打枣吃。你连梯子都爬不了。我用棍子敲，敲下来，你在下面接着。那我要接不住的，不就摔烂了？摔烂了我吃，甜的给你，烂的给我。呆子，哥，嫂子，我要去边关，非去不可。北荣未灭，边境不安。哥，你腿伤了，不能再上战场，可我还能。
我练了15年枪，读了3年的兵书，不是在这院子里戳鸡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上了战场，刀枪无眼，你……嫂子，我不怕。我若是怕了，当初就不会跟着哥学枪。哥，你教我的，练枪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。你想保护嫂子，想保护这大招，我也是。去吧，记住，活着回来。是。他比你当年勇敢。我当年是莽，他才是勇。爹爹，那边有大的。叫爷爷别叫爹爹，你爹上朝去了。爷爷，我要那个红的。才入秋，你就坐在这儿吹风。甜，你尝尝。酸，我挑的最红的。自己尝。是酸。爷爷酸。等明年这棵树就更高了，到时候爷爷给你搭个秋千，就在树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清雪，我在。那棵枣树今年结了多少？很多，你孙子一个人吃了半筐，牙都酸倒了。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儿，不是杀了北荣皇帝，也不是得了什么长平侯，最得意的事儿是当年在赵府多看了你一眼。那你下辈子还看不看？看，不仅看，早点拼。不用下辈子，这辈子你拼过了，我硬了。睡吧，我守着你。嫂子，燕儿回来了。瘦了，边关的风大，吹的。如风，去厨房。燕儿爱吃枣花糕，让厨娘蒸一笼。好。今年的花开得比往年都好，你瞧，又落我头上了，跟那年一样。戴了一辈子，最后不戴了，反倒不习惯了。沈磊，树还在，我还在，你也该放心了。小姐，你赢了，枣树活了，人也都好了。下辈子我还要跟着你。您多吃点儿，老了吃不下，看你们吃就饱了。如风，去把我房里那个木盒子拿来，等你儿子长大了，把这个给他，告诉他这是爷爷从战场上带回来的。是。你们呢？如今都过得如何？都挺好，有的做了绣庄掌柜，有的嫁了读书人，还有的像我回了女学教书。好，比我好。沈磊，你看见了吗？都挺好的。